我国将建大型军事基地，面积是美国珍珠港的5倍，有何战略价值？近些年来，我国加大了对南海岛礁的开发力度，在南海建造了7座人工岛。除此以外，黄岩岛、半月礁等岛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如果能在这些地区进行填海造陆工程，必将有助于我国加强对南海的掌控。近期有外媒报道，我国在南海建设新的军事基地，该基地建成后，面积将是美国珍珠港的5倍。那么，这一基地选址何处，有什么价值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我国在南海的7座人工岛，包括美济岛、永暑岛、朱碧岛、华阳岛、南薰岛、赤瓜岛、东门岛等，这些岛礁的建设相对完整。美济岛是建设在美济礁上的人工岛，总面积约 5.66 平方公里。我国在岛上建设有机场、灯塔、医院等基础设施，是我国在南沙的军事基地之一。美济岛内部有天然泻湖，是避风良港，已经建成了大型渔业养殖基地。距离美济岛290公里处是永暑岛，永暑岛建设在永暑礁的西南部主礁盘上，长约26公里，最宽处约 7.8 公里，面积 2.8 平方公里。永暑礁的地理位置极好，位于引庆群礁和九章群礁的中心点，是太平岛与南威岛之间的必经之路。西北方向250海里处是越南金兰湾。朱碧岛建设于环形的朱碧礁上，面积 4.3 平方公里，距离中业岛大约23公里。西南方192公里处是永暑岛，东南方是太平岛。朱碧岛、永暑岛和美济岛是我国在南海的3大军事基地，三者互为依仗，呈品字形分布，堪称我国在南海的不沉没的航空母舰。这3大人工岛都位于南沙群岛，南沙北部的中沙群岛地处南海中部海域，扼守进出南海的交通要道。对中沙群岛进行建设，可以更好地稳定南海局势。近期根据相关报道，我国要对中沙群岛进行开发建设，将周围部分岛礁建设成军事基地。中沙群岛与永兴岛相距约200公里，现在正在建设的军事基地面积大约400多平方公里，相当于中沙群岛的6倍。这样的建设规模世界罕见。美国著名的珍珠港军事基地也才89平方公里。珍珠港位于瓦胡岛南岸，这里与深水港、火努鲁鲁港相邻，是整个北太平洋最大最安全的停泊港口之一。珍珠港是美军太平洋舰队的驻扎基地和美国的造船基地，民用船只和外国船舰不允许进入。珍珠港是美国在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军基地之一，水域面积32平方公里，平均水深约14米，最多可以停泊500艘舰船。美国在珍珠港建设有舰船修理厂、干船坞、码头、燃料供应站以及必要的海军设施，因此珍珠港可以为航母、核潜艇等大型军舰提供维修、保养等服务。除此以外，美国还在珍珠港内的一个小岛上建设有福特岛海军航空站。珍珠港被珊瑚礁包围，只有2个入口，主航道珍珠水道是一个狭长的通道，全长约16公里，最宽处约 2.4 公里，最深处达到13米。珍珠港内部分为东西2区，东部负责水面舰艇的维修等工作，西区是太平洋舰队的主要驻扎区。珍珠港是美国闻名世界的重要军港，而我国正在中沙群岛建设的军事基地面积接近5个珍珠港。那么我国为什么选择中沙群岛呢？中沙群岛位于南海中部，古称红毛且石兴石塘，包括30多个岛礁，它的岛礁分布范围仅次于南沙群岛。中沙群岛由黄岩岛、中沙大环礁和一统暗沙、宪法暗沙、神湖暗沙、中南暗沙等4座分散的暗沙组成，绝大部分区域都是淹没于水下的珊瑚滩礁。只有黄岩岛是露出水面的，黄岩岛略呈等腰三角形，礁盘面积约150平方公里，水深一般在 0.5 至3米。黄岩岛内部有一个泻湖，东南部的礁门水深9至11米，可以与外海连接，能通过中型渔船和小型舰艇，是南沙罕见的大型天然良港，战略价值极高。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吕宋岛西岸大约230千米，扼守苏比克湾进出咽喉，具备重要的航运价值。中沙群岛的主体是中沙大环礁，中沙大环礁长约140公里，宽约60公里，面积8400平方公里，略呈椭圆形，从侧面立体来看呈短柱形。中沙大环礁的西部是水深2500多米的深海槽，东部紧邻4000多米的深海盆地。中沙大环礁全部淹没于水下，已命名的暗沙一共26座，
界湖内漫步暗沙、平南暗沙等6座，环礁周围有济莽暗沙、海镇暗沙、安定连礁等20座暗沙，其中最浅处的暗沙是漫步暗沙，水深仅为9米，这个距离是比较适合进行造陆建设的。拉远镜头来看南海，南海通过巴士海峡、巴拉巴克海峡、苏禄海、马六甲海峡等地，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。东亚、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十分依赖南海，尤其是日本和韩国，南海承包了他们能源贸易的90%。而中沙群岛位于南海中部，渔业资源丰富，还是南海重要的油气富集区，初步探明的石油储量约5亿吨左右。而且中沙群岛位于南海主航道，与海南三亚距离585公里，北部与深圳距离675公里，东北方520公里处是东沙群岛，879公里处是台湾鹅銮鼻。中沙群岛西部距离越南大约533公里，东部与菲律宾相距276海里，向南大约120海里是南沙群岛。由此可见，中沙群岛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相差不大。如果能将附近岛屿紧密连接起来，将成为我国的一道重要屏障。我国公布新一轮免签国家后，欧洲仅剩3国未免签，他们都是谁？从今年的10月8号开始，我国将会对斯洛伐克、芬兰、挪威等9个国家实行免签政策。这样一来，我国实行免签的国家就达到29个。这9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，除了日本之外，也都是欧洲国家。这一政策的推出，不仅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搭建了便捷的桥梁，为外国友人提供了来华的便利，同时也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此举可谓是双赢之策，值得庆祝与赞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后，我国已对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实施了免签政策，但其中却有3国例外。而我国之所以没有对这3个国家免签，主要还是这3个国家自己作的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，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1. 瑞典。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，是北欧5国之一。该国西邻挪威，东北与芬兰接壤，西南濒临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，东边为波罗的海与波蒂尼亚湾，与丹麦、德国、波兰、俄罗斯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隔海相望。瑞典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，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， 15% 的土地位于北极圈内，总人口为1056万。瑞典的3大资源是铁矿、森林和水利。该国的铁矿储量为 36.5 亿吨，是欧洲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。森林覆盖率为 54%， 每年可利用的水利资源为2014万千瓦。此外，瑞典还有铜矿、铅矿、油矿等，但储量一般。到21世纪初，瑞典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持续下降，农业劳动人口只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3% 左右。瑞典的优势工业部门已经转向了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，在医药、电讯、软件、远程通讯、光子领域，瑞典都位于世界领先地位。瑞典是北欧5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我方免签待遇的国家。从经济实力角度看，其2021年的 GDP 总量高达6274亿美元，稳居北欧之首。另外，在工业、人口经济等多方面，瑞典堪称北欧第1强国。但是为何北欧国家之中只有瑞典被视为特殊呢？这其实还是因为瑞典自己本身的原因，即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表不当言论，所以这样一个对我国并不友好的国家，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对其免签。毕竟中国一向致力于和平发展，但对于破坏和平的国家，自然也就不用给任何好脸色。2. 捷克。地处中欧的捷克，其东面毗邻斯洛伐克，南面接壤奥地利，北面临接波兰，西面与德国相邻，国土面积 7.89 万平方公里。2023年人口约1090万，其中有 90% 以上为捷克族。这一国家位于北温带上，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，四季分明，气候湿润，年均降水量683毫米。国内的地形主要由平原、山地和高原组成。捷克国内的褐煤、硬煤和油矿蕴藏丰富，其中褐煤和硬煤储量约为134亿吨，分别居世界第3位和欧洲第5位。石油、天然气和铁砂储量甚小，依赖进口。其他货物资源有锰、铝、锌、萤石、石墨和高岭土等。捷克森林资源丰富，森林面积266.8万公顷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34%。
在欧盟居第12位，主要树种有云松、冷杉、橡木和榉木等。捷克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1999年加入北约，2004年加入欧盟，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入发达国家行列，工业基础雄厚，外贸依存度较高，主要工业有机械、化工、冶金、纺织、电力、食品、制鞋、木材加工和玻璃制造等。出口对象是欧盟成员，尤其是德国。目前该国经济大多已经私有化，包括银行和电信业。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3309亿美元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3.04 万美元。捷克是中欧8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我方免签待遇的国家。3. 立陶宛。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立陶宛国境线长达1644公里，西邻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接壤，北与拉脱维亚为邻，东接白俄罗斯，南接波兰，海岸线长90公里，国土面积广阔，达 6.53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 289.5 万，地形以平原为主，建有西部丘陵和东南部高地，其中最高点海拔 293.6 米。立陶宛的矿产资源相对匮乏，特别是石油、天然气等资源主要依赖进口。然而，该国在资源利用方面并不缺乏选择，如西部地区的石油、泥煤以及波罗的海大陆架的资源。此外，东南部还有丰富的铁矿和花岗岩等矿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立陶宛的森林和水资源也十分丰富，特别是南部和东南部的森林，覆盖了 217.7 万公顷的土地，森林覆盖率超过 30%， 其中以针叶林为主，尤其是松树。此外，森林中还蕴藏着丰富的蘑菇、浆果和草药资源。立陶宛的工农业较为发达，独立后通过企业私有化逐渐融入市场经济体系，经济形势总体稳定。工业是该国的支柱产业，涵盖了矿业、采石业、加工制造业以及能源工业等多个领域。农业方面以畜牧业为主，其产值占农产品总产值的 90% 以上。此外，立陶宛的电子、纺织和食品加工业也相当发达，尤其是糖、奶肉制品等出口产品具有明显优势。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778亿美元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2.71 万美元。立陶宛也是波罗的海3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中方免签待遇的国家。未来国际形势多变，但合作共赢的原则不变。那些坚持对抗者不仅会错失良机，更可能自断市场之路，终将自食其果。国家级中心城市从9个调整为5个，减少了哪些城市？新定位又是什么？近日，国家层面正式批复了全国40多个重点城市的2035年总体规划，明确了各城市的性质、功能、人口上限及发展边界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，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1. 被定位成国家中心的5座城市。在此次规划中，备受瞩目的国家中心城市概念逐渐被淡化，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精细的分层级中心城市体系。经官方批复，仅有5座城市被赋予了国家层面的核心地位，它们分别是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和天津。其中，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，上海为国际经济中心，广州是综合性国家门户，天津和重庆则分别承担北方开放门户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功能，推动京津冀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协同。令人注意的是，国务院给成都、武汉、郑州、西安4个城市总规的批复原文里就没有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的表述，而是获得了次一等大区中心的定位。比如，成都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，郑州是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，西安则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，武汉是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，少了重要的3个字。2. 国家中心城市为什么会发生变化？在中国的城市定位中，成都、武汉、郑州和西安等城市已不再被提及为国家中心城市，在对其的期待和描述中也未再使用这一称谓。有人认为这一变化的背后，部分原因在于部分城市的综合实力尚未达到预期，强行拔高其地位不仅无益，反而可能损害规划的庄重性和权威性。例如，从经济总量来看，西安的 GDP 排名并不靠前，甚至不及苏州和南京，也落后于佛山。郑州的 GDP 排名虽然稍好，但并未超过无锡。尽管在资金总量方面，西安和郑州的排名稍有改善，但仍然未能进入前列。
与此同时，深圳、杭州和苏州等城市在科技创新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表现出色，实力雄厚，国际影响力巨大。然而，这些优秀的城市并未被赋予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。香港回归都快30年了，它早已成为国际公认的经济、金融、行业和商贸中心。海外对华的投资有 65% 需要通过香港中转。以深圳和香港为例，无论从经济总量、财富总量、对外开放还是国际影响力等角度看，它都应是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。而杭州、南京等城市同样具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资格。在新的规划中，天津和重庆依然被明确标定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，但他们的实力却显得稍有不足。从经济总量来看，天津的 GDP 排名已退至内地的第12位。而重庆在资金总量上更是未能达深圳的一半，仅在内地排名第8。官方规划的制定国家在考虑城市的地位时，更注重其综合能级和战略地位，而非单纯的经济规模。例如，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扩大，有人提出天津实力较弱，应考虑调整其直辖市地位。但若真的撤销，那么南北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。此外，还需考虑东西部发展差异，以及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等战略。3. 获批的省会城市谁的定位最高？最近获批的兰州与副省级城市成都评级，成为西部地区关键的中心城市。这标志着西部地区除了重庆之外的最高定位，也为西部其他省会城市提供了获批的基准。一般来说，省会城市若能对全省产生较强的辐射力，并在整个大区中拥有区位、交通、经济或战略上的重要性，那么它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地区中心城市。例如，南京和杭州被批准为东部地区关键的中心城市，南宁则被赋予华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，呼和浩特则成为华北地区中心城市。这些城市的共同点在于其重要的区域影响力。然而，济南、沈阳和南昌的定位则更侧重于特定的区域战略或城市群。济南凭借着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战略，成为黄河流域重要的中心城市。沈阳则被定位为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，这反映了东北亚地区重要性的不断提升。南昌则是长江中游关键的中心城市，其地理位置使其与武汉、长沙同属长江中游城市群。在已获批的省会城市中，海口是一个例外，它并未被赋予任何中心城市的定位。尽管海口与南宁同属华南地区，但南宁已晋升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，这更加凸显了地区中心城市的授予并非随意。海口虽然享有自贸港等顶层政策的支持，但由于其经济、人口、产业规模有限，辐射范围较小，城市能级仍有待提升。除了台湾省以外，中国还有3个地方急需收回，结合地图了解一下。除了台湾省，还有3大岛屿对我国的发展也很重要，并且这3大岛屿在历史上与我国都有着很深的渊源。如果能将其收回，将大大增加我国的战略空间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，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1. 琉球群岛。琉球群岛位于太平洋海域，周边岛屿有日本大屿诸岛、我国台湾岛和钓鱼列岛，西南部与冲绳海槽相邻。琉球东北部与日本大屿诸岛隔着土嘎拉海峡，群岛东侧是太平洋，西侧是我国东海。琉球群岛陆地面积约 3611.08 平方公里，由5个岛群组成，分别是奄美诸岛、仙岛诸岛、土嘎拉列岛、大东诸岛和琉球诸岛。琉球群岛上的平原面积较小，其地形复杂，多以山地与丘陵为主。最高点是位于中之岛的玉岳。琉球群岛的渔业资源丰富，生产鱿鱼、金枪鱼、秋刀鱼等，当地缺乏金属矿产资源。但是日本在琉球南部探测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。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它的地理位置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中转站，这里隔着冲绳海槽与我国的钓鱼岛和台湾相望，对我国维护东海海权和钓鱼岛主权有重要意义。在琉球群岛附近区域有很多海峡，在战略意义上都非常重要，比如土嘎拉海峡、大隅海峡等，它们都是我国船只进入太平洋的战略要地。它战略价值高的原因还在于，曾经太平洋战争时期，日本就是通过利用琉球岛上便利性战略，偷袭了美国位于太平洋上的珍珠港，给了美国海军力量上的当头一棒，足以看出琉球群岛的战略价值有多高。
现在的琉球群岛由日本代管，分属于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。冲绳县的经济结构偏重于第三产业，尤其是旅游业。当地的内外交通依赖航空，主要的机场是那霸国际机场。目前琉球群岛上就有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基地，并且将琉球群岛视为第一岛链。如果琉球群岛独立或者被我们收复，你们美日两国在此群岛上存在的军事都会被清除，那么我们国家从东海进入太平洋的航道就会畅通无阻。2. 藏南地区。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，包括我国西藏的错那市、龙子县、墨脱县、察隅县的大部分地区，以及少量的朗县和米林市辖区。藏南地区的面积约 9.3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大约100万。当地的主要民族有藏族、珞巴族、门巴族。这里位于4国交界之处，周边有不丹、印度、缅甸。藏南地区气候温润，降水丰富，景色优美，有包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在内的诸多旅游景点，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 90% 以上，是我国西南领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藏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，处于印度次大陆与亚欧板块之间的俯冲挤压带，地势起伏低，高差大，最低处海拔只有100多米，而最高处高达7000多米，平均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。因为剧烈的高差，使得北方冷空气无法南下，南方来自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被山脉阻挡，在藏南地区形成充沛的降水和温暖的气候，形成了这里与青藏高原截然不同的气候条件，更适宜农业生产，能养活更多的人口。藏南地区年均降水量为2000至5000毫米，有的地方甚至能达到9000毫米，是世界上降水最多的地区之一。加上地形带来的巨大落差，使得藏南地区水能资源极为丰厚，仅次于我国长江流域。此外，藏南地区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，有烙铁矿、铅锌矿、金矿、银矿以及铜矿等。藏南地区对中印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，藏南地区是我国通往南亚的重要通道，它位于4国交界处，处于地势上的高点，能对周边国家形成天然的遏制。这里是我国西藏、四川、云南等地的门户，一旦失去这里，我国西南腹地将失去一道天然屏障。3. 南沙群岛。南沙群岛是一片散布型的群岛，不仅位于我国南海地区最南端，更是我国版图中最南端的领土。南沙群岛最北端的岛屿是熊南礁，南至立地暗沙，西到万安滩，东接海马滩，是南海最南的一组群岛，岛屿滩礁最多，散布范围最广的一组群岛。由东向西的长度约905公里，南北宽约887公里，海域面积为 88.6 万平方公里。南沙群岛的面积占据南海我国管辖范围的 42%， 群岛内的岛礁数量超过230座，在南海中的面积是最大的，岛屿数量也是最密集的。其西北与越南相对，东北与菲律宾隔海相望，南部水域与马来西亚、文莱、印度尼西亚等国沿海相接。最西端的海马滩与菲律宾的距离也只有140公里。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距离我国南端的曾母暗沙也仅有110公里，并且黄金水道马六甲海峡就在南沙群岛的西南侧。从马六甲海峡过往的船只进入南海，必须要经过南沙群岛，所以这里的航运价值非常突出，扼守着印度洋与太平洋。另外，我国南海的油气富集区主要分布万安盆地、曾母盆地、里约盆地和沙巴盆地。这4个盆地以探明石油可采储量约 10.06 亿吨，天然气可采储量约2万亿立方米。不仅如此，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太阳能、风能等清洁能源。另外，还有经济价值巨大的渔业资源。就是因为拥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与战略价值，才会被周边国家所觊觎。比如中业岛、西月岛、仁爱礁、马欢岛与西月岛等众多岛礁都被周边多个国家所占领。我们若将被别国非法占领的岛礁收回，那么我们在南海地区的布防与防御会更加精妙牢固。假如中国收回全部争议领土，面积究竟有多大？能否赶超俄罗斯？西方国家至17世纪后期进行了殖民掠夺，我国丢失了大量的土地。目前我国与邻国之间依然还有部分领土存在争议。
我国将丢失的领土全部收回后，其面积有多大？能赶超俄罗斯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。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1. 中印边界附近的争议领土。江心坡位于我国的西南方，该地区长约300公里，宽约150公里，面积约 2.7 万平方公里。江心坡地势北高南低，分为上中下3部分。这里的地形以山地为主，森林覆盖率高，土壤肥沃，矿产资源与水资源也比较丰富。缅甸在19世纪末被英国殖民统治后，就将江心坡给占领了。二战后，江心坡自然也就成为了中缅之间的争议地区。最后我国在深思熟虑后，将这块土地放弃后，换回了片马、鼓浪与钢房这3部分领土。拉达克位于克什米尔地区的东南部，面积约45110平方公里，人口约26万。位于喀拉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峡谷地带，海拔在3000至6000米之间，全境都处于青藏高原上。拉达克在我国历史上由中原王朝管辖，但是南亚在19世纪被英国殖民统治后，西藏地区的草原与资源就被英国给盯上了。1846年，他更是在清朝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直接将整个拉达克地区划入了英属印度版图。印度独立后，拉达克依旧是它的组成部分，占印度控制克什米尔面积的 45%。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，包括我国西藏的措纳市、龙子县、墨脱县、察隅县的大部分地区，以及少量的朗县和米林市辖区。藏南地区的面积约 9.3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大约100万。这里位于4国交界处，周边有不丹、印度、缅甸。中印产生领土纠纷始于上世纪英属印度当局非法划定的麦克马洪线。目前藏南还有部分地区被印度非法占领，更是实施了向藏南移民、大兴土木与加强军事化部署等措施，以此达到永久占领藏南地区的目的。但是我国历年来出版的标准地图对藏南地区都是进行了明确的标注。2. 蒙古国与唐努乌梁海。蒙古国是世界上第2大内陆国，面积 156.65 万平方公里，但是人口仅有340万。该国资源丰富，全境矿产种类约80种，主要的资源有煤炭、铜矿、石油、铁矿、稀土等。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，农牧业是其经济基础。蒙古国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汉朝时期，当时游牧的蒙古族就与中原王朝有往来。清朝时期，蒙古各部的大部分领土并入清朝。晚清时，沙俄对蒙古国进行渗透，在清政府覆灭后，沙俄趁机推动外蒙古独立，直到1946年，民国政府才承认蒙古国独立。唐努乌梁海位于外蒙古西北，北至萨彦岭，南到唐努山，西到俄罗斯巴尔瑙尔东南，东到外蒙古库苏古尔坡以东，面积约 16.86 万平方公里。17世纪初，沙俄多次派遣使者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。1727年，经过谈判，清廷与沙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，明确了中俄以萨彦岭为界。第2次鸦片战争后，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，唐努乌梁海一步步被割让。但是截止到1869年，唐努乌梁海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属于清朝。清朝灭亡后，他在外蒙古的影响下宣布独立，但是在1914年被沙俄进行了保护。我国曾在1919年将其收回，仅过了2年的时间，他又再一次的宣布了独立，直到1944年被苏联成功吞并。苏联解体后，成为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。3. 外东北与外西北。外东北的范围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，乌地河与外兴安岭之间，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、格布特岛等近海岛屿在内，共计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这部分领土拥有优越的海岸线与丰富的物产资源，很快就引起了沙俄的注意。沙俄在1858年与清朝签订了瑷珲条约，将外兴安岭以南、黑龙江以北割让给了沙俄。这块领土范围差不多有60万平方公里。在1860年，又强迫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，这次割让的范围包括乌苏里江以东，外加库页岛在内的40多万公里的领土。沙俄仅用了2张不平等的条约，就让我国丢掉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还让我国的吉林省从一个沿海省份变成了一个内陆省。外西北是指清末时期被沙俄侵占，位于新疆以西的一块高达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这块领土大致范围包括楚河流域、塔拉斯河流域等地区。
以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为起点，向西南方向经过艾古斯河等河流流域，到达巴尔喀什湖的北岸的七河流域，最终到达瓦罕走廊。这一范围还包括了巴尔喀什湖、斋桑坡、阿拉湖以及伊塞克湖4座大湖。1864年，中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，割让了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。1881年，中俄伊犁条约等5个条约割让了塔城东北和伊犁、卡尔嘎西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，加上帕米尔高原被俄国占领的3万多平方公里，俄国共割占54万多平方公里。从上述可以看出，我国丢失的大部分领土都是被沙俄给占领了，剩下的基本都位于中印边界地带，以及还有我国南海海域被其他国家占领的岛礁。如果我们将这些领土全部收回，粗略计算，我们国家的领土会增加到1300多万。虽然还是无法超越俄罗斯，但是将会赶超美国与加拿大，成为领土第2大国家。